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这个令人顿悟的视频。我将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机会和财富的世界——百万富翁快车道。无论您是渴望改变命运、实现财富自由，还是想要了解富人是如何轻松赚钱的，这里都是您的终极指南。在本视频中，我将揭示财富积累的秘密武器、百万富翁的成功策略，以及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要素。准备好跟随我踏上通向财富和成功的快车道吗？那就让我们开始吧。记得订阅本频道，点赞并留言，以获取更多精彩内容。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百万富翁快车道的奇妙之旅吧。你曾经幻想过自己能够年轻时就拥有财富，提前退休并享受生活吗？想象一下，当你忙于日常琐事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景象，它彻底打破了你平淡无奇的生活。那是你梦寐以求的奢华跑车，就是你小时候或者甚至成年后贴在墙上的那辆。一个看起来非常年轻的人从车上下来，与你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除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别，就是他手里拿着那辆车的钥匙。如果你像作者 MJ 德马科一样勇敢，也许你会询问这个人靠什么谋生来买得起这辆车？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同样令人惊讶的答案。在德马科的例子中，开着梦寐以求的跑车的那个人说他是一名发明家，尽管德马科并没有将这个司机认出来，他仍然期待听到一些像演员、音乐家、运动员，甚至是彩票中奖者之类的答案。这让德马科开始思考之前从未考虑过的可能性。人们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实现财富，而不是通过成名或纯粹的运气。但是如何做到呢？对于德马科来说，他花了几年时间研究年轻的自创百万富翁，拥有2个商业学位的大学毕业，经历了许多失败的电视购物广告投资，和母亲一起生活以及无望的工作，直到他最终觉醒。他选择了一个新的城市，并只带着$900和坚定的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决定让他在接下来的10年里赚了几百万。他创建并出售了一家公司2次。是的，他最终买到了梦寐以求的跑车以及更多其他的豪车。他在33岁时退休，不久之后，他写了一本国际畅销书，与世界分享他的秘密。今天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为你揭示德马科的核心要点，包括探索你目前的金钱心态，为什么快车道致富方法优于传统方法，以及在追求财富和早日退休的高速旅程中应遵循的原则。首先，了解你的金钱心态。当谈到金钱时，世界上有3种类型的人，德马科称之为人行道者、慢车道者和快车道者。你属于哪一种？让我们来测验一下。你经常为了更高的薪水而频繁换工作，一收到钱就将大部分花光了吗？你严重依赖可用信用额度，相信运气，总是活在当下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是一个人行道者。不要觉得太糟糕，根据德马科的说法，这是最常见的心态。而且你可能之所以在这里接收这些信息，也是有原因的。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薪水有竞争力，并且能够存下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吗？你尽量避免债务和风险，并期待在晚年舒适的退休吗？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一个慢车道者。同样，不需要感到羞愧，因为这是第2常见的心态，而你可能是来这里寻求帮助的。你拥有自己的事业，将大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自己的事业和自己。计算风险与潜在收益的比例吗？你很少问自己是否能够买得起某些东西吗？祝贺你成为一个快车道者，或者至少具备许多特征之一。你可能还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进一步增加你的好运。但是，如果你与前2种心态中的任何一种有共鸣，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任何人都可以从人行道跳到慢车道，从慢车道跳到快车道，或者像德马科一样从人行道一下子跳到快车道。事实上，德马科最后一份无望的工作给他带来了下一个机会。在离开母亲的身边去一个新的城市之前，他是一名豪华轿车司机，经常听到客人询问其他城市的预订服务。他自学了如何建立一个网站来满足这个需求，但是由于他忙于应付令人沮丧的工作和悲惨的生活，他并没有花太多精力去推广它，更不用说改进它了。这种情况在他来到一个新的城市，
手头上只有很少的钱和没有工作的时候发生了改变。他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别人建立一次性的网站来支付生活费。他把这当作自己的副业，同时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推广和发展自己的在线业务上，冒险并在路上不断的自学。很快，他收到了几份收购公司的报价，并接受了最高价值120万美元的报价。当新的业主无法维持公司的成功时，他以25万美元的价格买回了公司，然后他开始重建公司，获得巨额利润，并在此期间生活得非常好。最后，他以比第一次销售多得多的数百万美元的价格第二次出售了公司，并在33岁时退休。现在，请再次考虑之前提到的问题，以及这种快车道者心态与人行道者和慢车道者之间如此截然不同的对比。你应该明白需要做出跳跃所需的条件，坚定地决定你愿意做出改变，并付诸行动来坚持这条道路。如果你是一个慢车道者，你可能不会冒险去一个新的城市，没有多少钱，没有工作，也没有太多计划。一个人行道者更有可能冒险并希望一切顺利，但他们的下一步可能是找到一份薪水不错但没有未来的工作，或者他们可能找到一份薪水不错且有储蓄计划的工作，最终晋升为慢车道者。他们可能会开心呼喊着万岁。另一边厢，一个快车道者则在他们梦寐以求的跑车旁飞驰而过。不过你应该坐在那辆车上，或者也许你并不真的在意一辆车，也许你真正想要的是德马科认为的财富，既是家庭、健康和自由。接下来我们将看一下达成这一目标的背后的数学原理。在进行数学计算之前，我们先玩一个小游戏，保持轻松愉快的氛围，好吗？作者提出了3个抽奖选项，你会选择哪一个？选项1，你有600万分之一的机会立即赢得5000万美元。选项2，在40年后，你有600分之一的机会赢得100万美元。选项3，你有7分之一的机会在6年内赢得1500万美元。看一下赔率，看一下时间，看一下金钱。希望你选择了第3个选项，也就是快车道的方法。第一个选项代表一个没有储蓄策略的行人，当然幸运的机会可能会带来一笔意外之财，但这种可能性非常小。第二个选项代表一个仔细储蓄并投资相对较小金额，希望市场稳定和复利能够在他们年老时发挥作用的慢车道者。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赢得百万富翁的游戏，所以如果你有决心去追求，为什么不选择在时间大大缩短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钱呢？现在来看一下数学。每种金钱心态都有德马科所称的财富方程式，该方程式基于他们对金钱的内在信念。行人的方程式是财富收入加债务，这意味着他们使用自己的收入和可用信用来支付他们认为富裕的生活方式，同时增加他们的负债来支付所有账单。因此，这个方程式趋向于贫穷。慢车道者遵循的方程式是财富等于工作加市场投资及财富按小时计算的工资或薪水加复利。虽然他们比行人更有优势，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投资或储蓄而不是积累债务，但他们的收入变量与行人一样有限，这是因为时间有限，而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你可以工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即使时薪很高或薪水不错，你仍然在用自己的时间，你的自由交换。复利可能奏效，但它需要很长时间。同时，你无法控制市场的稳定性，以确保你的投资达到预期的效果。你也不能保证会一直保住高薪的工作。那么怎么办呢？德马科断言，消除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创建自己的财富，而且不仅仅是任何老旧的生意。快车道方程式如下：财富等于净利润加资产价值。净利润是由你销售的物品数量乘以每个物品的利润得出的。要获得资产价值，将净利润乘以行业倍数，这类似于计算上市公司的市盈率。简而言之，这是潜在买家愿意为你的公司支付的金额，通常是你的净利润的几倍。希望你能明白，与其他2个方程式不同，你可以无限控制你销售的物品、销售数量和价格。你可以控制你的净利润，进而影响你的公司估值，甚至可以通过选择行业来控制倍数。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看看如何优化这些选择。
以确保你的企业能够根据快车道方程式创造巨大的财富。遵循以下5个准则来开始你的快车道企业。假设你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购买一个特许经营权中，但你的利润还不足以雇佣任何帮手，你被困在一个只有你一个人工作的位置，比以前为别人工作的时间还要长。更糟糕的是，你花费大部分时间来维持业务的运转，没有时间或资源来增加市场营销的力度，或者改善你的财务预测，这会感觉像是任何其他的工作，甚至更糟。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快车道方程式并不适用于任何一种企业。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点，德马科提出了影响法则。这意味着，如果你想获得数百万的财务回报，你必须创造出对数百万人有价值的东西。为了指导你的企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德马科提出了5个戒律来指导你的企业，它们分别是控制进入需求时间和规模，简称为 Sense Control, Entry, Need, Time, and Scale。让我们分别看一下每个戒律以及在你的企业中需要考虑的事项。控制的戒律要求你建立并保持对企业的所有方面拥有完全的权威。如果企业模式不允许这样做，比如联盟计划和网络营销，你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无法积累像那些控制这些公司的人那样的财富。进入的戒律要求你考虑你或其他人进入该行业的难易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你希望进入行业相对困难一些。过多的竞争会产生很多噪音，侵蚀潜在利润。但如果你能真正与众不同，能够夺取并保持你的份额，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需求的戒律要求你放下自我，考虑你将为谁提供服务以及如何提供服务。因为要使企业成功，它必须解决问题或满足他人的真实需求。时间的戒律涉及本节开头提到的故事，它要求你考虑你能否放手让自动化或其他人有效地运营企业。此外，还要考虑何时可以做到这一点。为自己创造一份工作是一回事，但创造财富使你自由地与家人一起度过时间，或者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那才是目标。规模的戒律强调了思考你的潜在客户可以触及的范围的重要性，并确保它与你的财务目标相一致。如果你想要无限的快车道财富，如果受到地理限制，你很难实现这一目标。还记得德马科在豪华轿车公司的最后一份工作吗？他被提出购买该公司而无需预付款，但他已经开始制定计划搬迁。更重要的是，他的另一个新兴企业符合所有的戒律，而豪华轿车公司则不符合。如今，他可以选择自己乘坐一辆豪车，或者驾驶自己选择的跑车，当然是在快车道上。为了能够以最高的速度释放出你最大的财富机会，你需要转变你的金钱思维并采取行动。你现在已经了解了3种金钱心态：行人、慢车道者和快车道者。你也理解了推动行人走向贫穷的信念和习惯。慢车道者走向微薄而缓慢的结果，通常是在生命的晚年才能享受到，以及快车道者方法如何提供与众不同、爆炸性的财富。你还了解了驱动每个群体的数学原理，行人方程式的明显缺陷，慢车道方程式中不那么明显的限制，以及快车道方程式中的无限潜力。当涉及到你自己的企业成功时，请记住由 SENSE 所代表的5个原则：控制、进入、需求、时间和规模。德马科说，这些是选择与你的快车道财务目标相一致的最佳商业机会的确保方式，尤其是如果你想快速致富、退休，并过上你所希望的生活方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观看《百万富翁快车道》。在这本书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有关财务自由的宝贵启示。为了帮助您付诸行动并取得成功，我想分享一些建议。首先，要定义您的快车道。根据百万富翁快车道的理念，我们需要摒弃传统的财富路径，选择适合自己的快速致富方式。思考一下，您的快车道是什么？是创业、投资还是其他领域？明确您的快车道，并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其次，制定具体的财务目标。根据书中提到的目标设定原则，制定具体而可衡量的财务目标。例如，设定一个每年增加多少资产的目标，或者实现财务自由的时间点。
明确目标有助于您更好的追踪进度并保持动力。学习和应用快车道策略也是重要的一步。书中介绍了许多关于快车道的策略和思维方式，确保您深入理解这些策略，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例如，学习如何创造价值，如何寻找创业机会等。通过学习并实践这些策略，您将更好地走向财务自由。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并寻找支持和导师也是非常重要的。参与百万富翁快车道的论坛或社交媒体群体，与其他有共同目标的人互动，并向他们学习，他们可以给予您宝贵的建议和支持，帮助您更好地实现财务目标。此外，制定一个详细的财务计划也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书中的建议，制定一个包括预算规划、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计划，确保您的计划实际可行，并坚定地执行它。持续学习和成长也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不断扩大您的财务知识，关注行业动态，并寻找学习机会，如参加相关研讨会、课程或阅读相关书籍。通过持续学习，您将更好地了解财务领域的最新趋势和策略。最重要的一点是，行动起来并坚持不懈，将书中的智慧转化为实际行动，每天都朝着财务自由的目标迈进一步。记住，成功需要时间和努力，通过积极行动和持续学习，您将走上实现财务自由的成功之路。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助您在财务自由的旅程中取得成功。祝愿您早日实现财务自由，迈向财务自由的美好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激发你的思维，发现新的世界。点击通知按钮，第一时间一起体验启迪思考与智慧的力量，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